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有些人的告白是为了开始，有些人的告白是为了告别。2022年9月24号，我鼓起勇气向他告白，结束长达5年的喜欢。我跟他是好朋友，我们见过彼此最狼狈的样子。我们相识5年期间，他谈了2段无疾而终的恋爱，而我以不想恋爱为借口，拒绝了2个不错的男生。他问，那个男生挺好的，你为啥要拒绝啊？我说，脱单之前先脱贫。其实我撒谎了，他的存在是我拒绝其他男生的原因。他把我当成无话不说的哥们儿，我用朋友的名义默默喜欢着他。跟他相处的无数个瞬间，我都产生过想要跟他告白的念头，但每一次我都会在最后1秒选择退缩。告白你就是冒着今后连朋友都做不成的危险，去搏今后正大光明牵着你拥抱你爱着你的机会。北京真的太大了，我在朝阳，他在海淀，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城市，见面也需要花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他的一句心情不好会让我下班之后立刻飞去海淀，他的一次忽视会让我整晚睡不着，他的一句话就能轻而易举地影响我一整天。我的喜怒哀乐放在他的身上，我心理防线的崩塌和重建都依赖于他。有一天晚上，当我从海淀回到朝阳，我突然得知方案需要临时加班，我赶回公司，加班回到家已经凌晨2点。我掏出手机想跟他分享，他没有回复，我知道他已经睡了。绞尽脑汁写方案，人挤人的通勤，维系人际关系，担心下个月的房租水电，而我还要腾出时间感受大概率没有结果的单恋。前几天我的一颗牙突然很疼，这次我不想再等。上次医生让我找一个时间去拔牙，因为害怕，所以我一推再推。拔完牙之后我感到解脱，拔牙并没有想象中可怕，打了麻药然后就不疼了。离开医院之前，牙医叮嘱我尽量不要用舌头舔牙洞，说容易感染。后面的几天，我的舌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往那个空空的牙洞上面舔无数次。不过我知道牙洞总会愈合，或者说我总会适应，但是暂时会有一个牙洞。单恋的心情就好像在忍受牙疼，痛苦漫长到仿佛没有尽头，但总会迎来拔牙的那天。告白的那天，我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，并没有想象中难过，更多的是如释重负。告白是表明心意，而不是索取关系。回想起我喜欢他的那5年，我仍然觉得美好。他是一个值得被喜欢的人，只不过我没有运气能够陪他走到最后。我希望当他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不要灰心，不要自我怀疑，因为曾经有人被他深深吸引。从此刻开始，我要去遇见下一个人，也开始我新的生活。